当我开始照顾真实的需要，而不是期待中的模样，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发生力量。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，我之所以一直觉得累，觉得撑不住，觉得生活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，并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满足我以为应该成为的样子，而不是满足那个真正住在心里，渴望被理解的自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，活成社会认定的模样，活成坚强、懂事、不麻烦、能承受的模样。我强迫自己成熟，强迫自己大方，强迫自己独立，强迫自己聪明，强迫自己在每一次崩溃想涌上来时，用一句“我没事”把所有情绪都压回去。但心知道，我其实不是那样的。我需要的不是逞强，而是安全感。我需要的不是完美，而是被接住。我需要的不是忍耐，而是理解。我需要的不是假装洒脱，而是能诚实地承认自己怕孤单。我需要的不是把自己撑到快断掉，而是学会有些时候，我也可以依赖。直到某一天，我被生活逼到没有力气再演，我突然停下来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假装成谁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那一刻，一种深深的诚实，像是被我错过多年的老朋友，终于回来了。我第一次真实的承认，我需要休息，我需要陪伴，我需要肯定，我需要有人懂我，我需要对自己温柔，我需要活成自己的节奏，而不是世界的节奏。当我开始照顾真实的需要，我才发现生活原来可以这么不同。我不再勉强自己留在让我耗损的地方，不再硬撑那些让我窒息的期望，不再把委屈当成日常，不再把假装没事当成习惯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慢一点，开始允许自己说不，开始允许自己选择更舒服的方式，开始允许自己的心不用那么紧。而就在我越能照顾内心真正的需求时，我发现世界也开始变得更容易。那些适合的人开始靠近，那些不适合的自然退出，那些正确的方向变得更清晰，那些我曾经苦苦追着的东西，反而在我放松后，轻轻地来到我手里。因为宇宙永远会回应我对自己的态度。当我把自己推到极限，宇宙只能给我更多考验。但当我开始照顾自己的心，宇宙就开始替我照顾我的人生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所谓的改变命运，不是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而是把自己从错误的期待里救回来。当我开始照顾真实的需要，我才真正开始活成自己，也才真正开始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上。那条路安静、柔软，不需要拼命证明，也不需要假装坚强。那条路是能让我呼吸的地方，也是宇宙一直希望我抵达的地方。你越能感谢那些带你前进的痛，越能迎来真正的自由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终于承认，有些痛不是来毁坏我，而是来推我走向更真实、更清晰的自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痛当成敌人，
以为痛代表失败，代表不够好，代表我没有把人生处理好，所以每一次失望，我都急着甩掉；每一次心碎，我都拼命掩盖；每一次错误，我都用力责怪自己。我害怕痛，害怕挖开它，害怕看见背后那些我不敢面对的真相。但痛并没有因此离开，它只是换了方式靠近我。它躲在某一次突如其来的不安，躲在某一段说不上原因的疲惫，躲在某个我总是卡住的地方，躲在我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错误里，直到我没有力气再逃，只能坐下来，问自己，我到底在逃什么？就在那一刻，痛不再像洪水，反而像一盏微弱的灯，照亮我心里那些被忽略、被压抑太久的渴望。我才明白，带我前进的，不是成功，不是顺利，而是那些我曾经怨恨的痛。因为痛，让我知道哪里不适合我；因为痛，让我看见自己忽略了什么；因为痛，让我不得不改变；因为痛，让我诚实，让我清醒，让我停下来问自己，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？痛，在我准备变得更成熟之前，总是先来敲门，提醒我某些旧的方式走不下去，提醒我正在背离自己的灵魂，提醒我值得的是更好的，提醒我还在委屈，提醒我还没学会爱自己。当我越能看懂这些提醒，我越不再害怕痛，甚至开始能感谢它。因为痛，让我学会了温柔，让我学会了诚实，让我学会了设定界限，让我学会了不再讨好，让我学会了不再把自己推到极限，让我学会了用真正的方式照顾自己。痛，反而成了我走向自由的起点。自由不是无痛，自由是即使痛了，我也知道要往哪里走。自由不是没有伤，自由是我不再把伤当成羞耻。自由不是不再失去，自由是我知道能承受失去。自由不是没有恐惧，自由是我不再被恐惧绑住。当我越能感谢那些让我痛的事情，我越能放下那些不属于我的期待，放下那些不再适合的关系，放下那些让我变小的模式，放下那些长期捆绑我的自我怀疑，放下那些阻碍我前进的旧故事。我越感谢，越觉得自己被生活以更大的慈悲拖着；越感谢，越发现宇宙正在引导我靠近真正的道路；越感谢，越能感受到原来我并不是在被毁掉，而是在被重建，被拉出深处，被带往更宽的地方。后来我才懂，自由从来不是在顺境里学会的，自由是在痛里，在混乱里，在破碎里，在不得不改变的时候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。你越能感谢那些带你前进的痛，越能迎来真正的自由。因为你不再逃避生命，你开始与生命站在一起，你开始与自己站在一起，而那一刻，自由就悄悄地来了。当我停止讨好所有人，我终于回到自己的中心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稳稳落地，是在我某一天累到无法再假装微笑，
也无法再为了不让任何人失望而撑着自己。那一瞬间，我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我不是因为不够好而疲惫，而是因为我把太多力气花在成为别人眼中的我，而不是真正的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讨好是善良，以为退让是成熟，以为配合是体贴，以为无条件的理解别人就是爱的证明。所以我努力维持和平，努力让每个人满意，努力在每段关系里做到最好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没有情绪，没有需求，努力把所有不舒服的时刻都藏在安静的呼吸里，直到我慢慢发现，那些努力不是爱的延伸，而是自我消失的开始。每当我说好啊时，我有多少次其实很累？每当我说没关系时，我有多少次其实受伤？每当我微笑着配合，我有多少次其实在退离自己的灵魂？每当我替别人留空间，我又有多少次把自己挤到角落？讨好不是付出，讨好是一种焦虑，害怕失去，害怕冲突，害怕被误解，害怕不被爱，害怕自己一旦做真实的自己，就再也没有人愿意留下。但是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在取悦世界的路上失去整个自己。于是我第一次非常小心，却非常真实地问自己，如果我不用再讨好所有人，我现在会怎么做？那一刻，我听见心里一个被压抑很久的声音，我想回来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把自己放回中心。我练习说不，即使声音发抖；练习诚实表达，即使害怕被误会；练习拒绝那些让我不舒服的要求，即使别人会不高兴；练习不再迎合那些并不尊重我的人，即使失去他们看起来很可惜；练习把自己的感受和其他人的感受一样重要。起初很难，因为习惯讨好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做自己。但当我每一次温柔而坚定地站回自己的位置，我发现世界并没有崩塌，反而开始调整。那些不珍惜我的人慢慢离开，那些尊重我的人开始靠近，那些以为我会永远退让的关系开始为我腾出空间，那些我曾以为要靠努力维持的连结，在我做回自己之后，竟然变得更真实，更踏实。因为当我回到自己的中心，世界也会回到它真正对待我的方式。而最让我心安的是，我终于能感受到，原来我一直想找的安全感，不是来自任何人，而是来自我自己。愿意站在自己这边，我不再急着取悦，因为我开始喜欢自己。我不再害怕失去，因为我知道真正属于我的，不需要我讨好。我不再焦虑别人怎么看我，因为我终于看得见自己。当我停止讨好所有人，我不是变得冷漠，不是变得自私，我只是把力量从外界收回到心里。我只是停止过度付出，开始用更真诚、更自由的方式存在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终于回到自己的中心，
那是一个安静、稳固，不需要证明，也不需要被允许的地方。那是属于我的位置，是我灵魂最原始的坐标，也是宇宙一直在等我回来的地方。当我不再责怪环境，我也收回了掌控人生的力量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产生深刻的转变，是在我某一天突然发现，原来我长期以来的无力感，不是因为世界太难，不是因为命运不公，而是因为我把力量交给了外面的一切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把问题指向外界，觉得是环境让我不安，是他人让我委屈，是情势让我无法前进，是命运让我跌跌撞撞。于是我的焦虑有了理由，我的怨气有了出口，我的停滞也有了可以怪的对象。但同时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人生放进了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世界。我所有的情绪，所有的选择，所有的方向，都被我交给了外界的变动。那段日子，我像风一样不稳，像浪一样浮沉，像是一个一直等待环境改善才能开始生活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生活逼我停下，逼我面对，逼我看见，我在责怪环境的同时，也失去了导航自己的能力。就在那个无法再推卸的时刻，我突然明白，环境从来不是我失去力量的原因，责怪才是。于是我第一次非常诚实的把问题从外界拉回自己身上，不是责备，不是自我批判，而是一种重新拥抱力量的开始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把错推给环境，那我能改变什么？能调整什么？能选择什么？能放下什么？能重新开始什么？这些问题让我突然感觉胸口亮了一点，像是雾散开的瞬间，才发现其实我一直以来并没有失去掌控权，我只是忘了握住它。当我不再责怪环境，我开始看见，原来我有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有能力重塑自己的边界，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反应，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行动，有能力打造自己想要的节奏，有能力离开不适合的地方，有能力走进更适合的空间。我越收回力量，越感觉人生不再混乱，我不再觉得自己被困住，因为我知道出口永远在我身上。我不再觉得世界欠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能为自己付出。我不再觉得命运难以掌握，因为我终于站回方向盘的位置。我不再害怕改变，因为我知道我有选择。人生开始变得更流动，更明亮，也更贴近我心里真正渴望的方向。而最深的自由，就来自于这里。当我不再怪任何人，不怪世界，不怪时间，我心里那个一直被责怪推远的力量，终于回家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环境本来就会变，世界本来就会乱，别人本来就有他们的情绪与选择，而我之所以能稳住，不是因为外面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我开始把力量放回自己的手里。当我不再责怪环境，我也收回了掌控人生的力量。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，
不是高调的自信，而是一种原来我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的平静与觉醒。而宇宙也总是在这种清醒的时刻，更愿意推我一把，带我前往更对的地方，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准备好成为自己人生里真正的主人了。你越能看见每次挫折的讯息，越能加速自己的进化。这句话真正开始让我心里变得清晰，是在我某一天突然发现，原来挫折并不是终点，也不是命运的惩罚，而是一种语言。生活用它来提醒我，哪里不再适合，哪里需要调整，哪里等待被理解，哪里藏着我下一次进化的方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害怕挫折，害怕面对失败，害怕事情不照着我想的方式发生。只要一遇到阻碍，我就急着逃，急着否认，急着把所有责任推给外界，仿佛只要不承认，那些痛就不会是真的，那些卡住也会自动消失。但后来我慢慢明白，挫折不会因为我闭上眼就停止敲门，它只会换成更大的声量，让我不得不面对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某个让我快撑不住的低潮里，突然安静下来，静到我第一次不是问为什么又这样，而是问这件事想告诉我什么。那一刻，挫折不再像是敌人，它反而像是一个指引，一盏灯，一封信。我以前从未读懂它，于是我开始练习，把每次挫折视为一个讯息。当我被拒绝，讯息也许是那不是你的门；当我失去，讯息可能是你值得更契合的。当我被突然推离一段关系，或许是在说你该回到自己身边。当我努力却停滞，也许提醒我方式不对，而不是你不行。当我一次次撞墙，也许要我看见你正在用旧版本的自己试图推开新版本的大门。我越能看懂这些讯息，越不会被情绪淹没，越能在混乱中找到可以调整的方向。挫折的出现不再代表结束，而是代表重塑，代表我正在前往的道路需要更深的觉察，更细的调整，代表生命在推着我去成为更能承接未来的自己。而奇妙的是，当我越能读懂这些讯息，我真的开始加速进化。我变得更敏锐，能在第一时间察觉自己的模式，更不容易重复同样的错，更清楚什么是我的，什么不是，更懂得在困境里找到最有效的出口。我不再把挫折视为绊脚石，而是看成一个为了我而被放在眼前的课题。它不是为了阻止我，而是为了提升我。当我从抱怨变成理解，从责怪变成觉察，从逃避变成看见，挫折反而变成助力，让我走得更快，也走得更稳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们不是在成功里进化，我们是在挫折里重生。每一次痛，都在把不适合的部分剥落；每一次卡住，都在让我升级；每一次跌倒，都是下一次飞翔的力量来源。
你越能看见每次挫折的讯息，越能加速自己的进化。因为当你愿意理解生活的语言，生活也会愿意把更清晰的道路放在你面前。那时候的你，不再只是前进，而是以一种更高的版本重新开始向前走。当我不再与自己对立，生命开始替我站在同一边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温柔又有力量，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生命中许多的卡住、挣扎、反复，并不是因为世界太难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与自己作战。我一边前进，一边怀疑，一边渴望，一边退缩，一边向外追求幸福，一边在心里否定自己。那种内在的分裂，才是让人生变得沉重的真正原因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把自己分成两半，一半努力，一半拖累，一半期待，一半害怕，一半想突破，一半想逃避，一半想被看见，一半又害怕被看穿。我推着自己前进，却又在心里怀疑自己的值得。我逼着自己坚强，却在夜里默默求救。我渴望更好的生活，却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拥有。我不是输给命运，而是输给了那个我一直拒绝拥抱的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个极度疲惫的夜里，我突然明白，我再怎么努力，如果心里那个一直被忽略的自己不愿意跟着我走，我永远会走得很辛苦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轻轻地问自己，你是不是也累了？答案很安静，却深得像是一个被压抑了多年的呼吸。我只想被你理解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再与自己对立。我不再责怪自己害怕，而是问自己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我不再责怪自己拖延，而是理解我是不是还没准备好。我不再责怪自己敏感，而是温柔地承认那是心在求保护。我不再责怪自己的不完美，而是接受那是我正在成长的证据。当我越愿意站在自己这边，我越能感受到那个一直躲在内心角落里的自己慢慢走向我，慢慢不再对我防备，慢慢相信我会带他往更安全的地方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，生命开始出现改变，关系变柔了，因为我不再用匮乏去抓人；梦想变亮了，因为我不再用怀疑去抵消自己的行动；机会变多了，因为我开始散发一致的频率；道路变顺了，因为我不再在前进的同时又把自己往后拉。我才明白，所谓的顺风，不是外在风向改变，而是内外一致。当我不再拆解自己，我就能聚焦，能前进，能成长，能真正成为命运想推着前往的那个版本。生命之所以开始替我站在同一边，是因为我终于站在自己这边。我越不责怪自己，宇宙越不责怪我。我越能接纳自己，世界越能接纳我。我越愿意支持自己，生命越愿意支持我。因为一切的开始都取决于我是否愿意停止与自己对立。后来我才完全明白，力量不是对抗世界时产生的，力量是当我与自己和解时诞生的。
当我不再与自己对立，我的能量开始流动，我的路开始明亮，我的愿望开始靠近，而我的人生也终于站回我这一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